这是于美琪第15次投稿失败，但也不算太倒霉，毕竟对于失败，他早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不过又是一场失望而已。相对于投稿没有过，现在更让他担心的是赶不上地铁末班车。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的缘故，这家出版社的地理位置很偏，大部分员工都是乘坐班车上下班的。于美琪与那位编辑本来约定下午5点会面，其实如果小说已经确定出版，面谈的时间并不会很长，最多是当面确认一下签约细节而已。编辑打电话相约于美琪见面的时候，他本来抱着很大的期望的，结果来到出版社，两人还没有聊上几句，那位编辑就被通知去开会了。这一开就从下午5点多一直到晚上9点半。当那位编辑一脸疲态的从会议室走出来，见到于美琪的时候，居然还是一愣：“哎，于小姐，你怎么还在啊？”这种态度让于美琪顿感不妙，索性开门见山的问道：“高老师，那么关于我的小说出版的事？”高编辑歉然一笑：“哎呀，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约你来呢，就是想和你说，虽然你的小说很不错，但是就目前的市场需求来看呢，我们认为并不受欢迎，所以还请再接再厉呀。”于美琪心中的失望逐渐演变成一股怒火，她可以接受不被欣赏，但无法忍耐这样毫无顾忌的戏耍。她看了看时间，这里的末班车是晚上10点半，从出版社到达地铁站，坐车大约20分钟，走路则至少40分钟以上。那位高编辑可能还想解释什么，于美琪再不理会，转身就走。在这种靠近工业园区的地方，员工出行基本都靠班车的，因此公车极少，间隔时间也很长。不巧的是，于美琪刚刚走到车站，一辆公交车就刚好离开车站。他计算了一下时间，估计下一班公交车至少要等半个小时。他不由得就发出了一声很长很长的叹息，自己也分不清楚是因为疲倦呢，还是感慨自己的境遇呢。今天的天气倒是不错，月朗星稀，夜凉如水，空气很是清新。他决定索性走去地铁站。一般来说呢，末班车到达前3分钟禁止进站，于美琪差不多是在10点25分进闸。就在他沿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刚好听见列车就要进站的播报。他心里一急，无端端的脚下一软，竟然直接从楼梯上滑了下去。虽然仅剩随后3格，但他的右膝盖重重的跪在地上，疼得一时就站不起身子来了。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的膝盖已经碎掉了。这时列车开始进站，呼啸而过的声音掩盖住了他的呼喊，而这块地方有一个拐角，工作人员没有看到他。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末班车离去，地铁站里一片寂静。他忍着疼痛，手扶墙壁勉强站了起来，可是真的疼，也可能是真的委屈，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车站即将关闭，此时的他应当尽快出站，但正相反，于美琪找了个候车座坐下。就算今晚会被关在车站里，他现在也一动不想动。他的人生怎么会如此潦草呢？于美琪发了一会儿呆，他以为自己会回顾从前，结果脑袋里却是一片空白，一会儿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膝盖的疼痛有所缓解，他起身正打算离开车站另找出路的时候，竟然看到又有一辆列车缓缓地驶进站台。他在心中想，这末班车不是已经走了吗？他满怀疑惑地走进车厢，怎么又多了一班车呢？当然
也有可能这才是最后一班车，只是刚才的魂不守舍，根本没有听清楚播报罢了。列车里空荡荡的，至少这一节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顶灯亮得刺眼，他随便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忽然发现靠边放着一只文件袋。这大约是之前的乘客遗落的，于美琪正打算到站以后将文件袋交给工作人员，可能是文件袋的封口不紧，从里面飘出来一张纸。他拾起来一看，居然是一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应该是一部小说。惊讶于现在还有人用手写小说，自己十分的工整。于美琪读了第一章，就忍不住一章又一章的读了下去。这小说呢，讲的是一个母亲为惨死的儿子复仇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唯一的遗憾是文笔略有欠缺，看起来像是某个人第一次的写作。列车到站了，站台上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鬼使神差的，于美琪将这叠稿纸就带了回去。他一个晚上将这本小说读完，望着蒙蒙的天空月亮，他内心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很少有人会手写稿子，既然这个作者是手写，很有可能年龄偏大，并不擅长键盘，或者说不喜欢使用键盘。按照这样的想法，此人极有可能只有此一份稿件。于美琪翻来覆去找了很久，这份稿子连标题都没有，更不用说署名了，根本不知道是谁创作的。即使整夜没有睡，他依旧感到很兴奋，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要燃烧起来。他决定占为己有，重新润色。对于他这种写作经验丰富的作者来说，很是简单，甚至有支线都可以改一改。所有角色都重新取名，主角的背景也可以增加一点变化和复杂。比如，本来这位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底层妇女，于美琪将其改为家道中落的坚强女性，这样才更符合后来复仇女神的道路发展。惨死的儿子原本是母亲被人玩弄后又遭遇抛弃后的私生子，于美琪则改为丈夫意外去世留下的遗腹子，这让母亲对儿子的感情显得更为深刻。这个故事惊心动魄，大致是说儿子为了救助别人被坏人杀死，坏人被抓住以后，那个受助人避而不见，不愿意上庭作证，这导致坏人无法得到法律的制裁，儿子不仅仅死得冤枉，还因为种种误会背上了骂名。母亲在奔走呼吁无果之下，最终化为复仇女神，将所有伤害过她儿子的人一一惩罚，其中各种手段堪称巧妙。在复仇成功以后，她自杀，追随儿子而去。耗时仅仅1周，于美琪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等到她将小说的句号打上，她才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她将这本书命名为《黄昏之国》，意为黄昏临近黑夜，却能焕发比早晨更为热烈的光芒。这一次，她没有选择那家规模又小又不尊重作者的出版社，而是直接将小说投给了全国最有名的出版机构。这家机构包含实体书出版、网络文学创作、版权改编等等各种各样内容的品类，诸多爆款作品都出自这家机构。投稿以后，他将原稿一把火烧掉，然后大睡了3天。既然做了坏事，就彻彻底底了，一了百了。一觉睡醒，神清气爽。这时候他发现手机上有数个未接电话，工作微信上也有一个请求通过的申请，申请备注的是那个出版机构的申编辑。于美琪居然一点都不激动，她先是慢吞吞的梳洗，随后通过微信验证，再然后将电话回拨过去。如她所愿，编辑非常看好这本小说，热情主动的邀请她签约，
之后还将他的小说置于网站最为显眼的位置，第一天的点击率就极高，几乎可以和几位助战大神级的作者并肩。1周以后，各种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讨论这本书的帖子，大部分的评价都极好，甚至有网友将之誉为女性版的彷徨之刃，或者是守法公民。于美琪红了，还真的红了。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冲破了100万，随便发一条动态，底下的留言都有10万以上，提醒她有新消息的叮叮声不绝，逼得她第一次将手机调成了静音。不久，实体书出版一跃登上了新书畅销榜单，又连续数周成为了榜首。在签售会上，于美琪身穿新买的名牌连衣裙，脚踩金色的高跟鞋，时不时的起身与读者握手合影，就像个大明星一样。当天的签售会用掉一整盒水笔的新闻还冲上了热搜，不少读者懊悔没有去排队。这一刻，于美琪真的好满足，她受过所有的委屈与羞辱，都在这一刻仿若前世。今天的她无比的荣耀，那个曾经将她扔在一边长达数小时的高编辑，不断舔着脸和她套近乎，还说自己慧眼识珠，早知道于美琪有走红的这一天。真是个拜高踩低的家伙呀！于美琪的心里鄙视此人，但并没有拉黑他，倒不是想着什么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之类的，而是想向这群曾经看低自己的人展示他如今高不可攀。有时候人的运势真是妙不可言，低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高的时候却势不可挡。有制作公司看中这品作品的热度，高价购买版权，准备改编为电影，并且暂定由老中青3代实力派演员担当主要角色。只是运气太好呢，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因为太走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怕这场运势会耗尽。到那个时候，量变导致质变，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厄运来袭。这一天，于美琪照常在社交媒体上查看留言的时候，她发现有一个人在她最新的动态下面连续留言10几条，每一条都是同样一句话：你的作品如此具有感染力，是不是因为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是受害人还是加害人？有人在不断的在于美琪发布的各条动态下面留这样的留言，于美琪最初当然是无视的，可是对方留言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引起了粉丝的反感。粉丝们认为此人很有可能是其他作者的粉丝，看不惯于美琪正当红，因此过来惹是生非。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奇妙的变化，一件事被提起的久了，人们的想法难免会受到影响，逐渐开始有粉丝认为于美琪适当的回应一下创作灵感也并无不妥。比如看到了什么新闻受到启发，或者是身边的人或事，这样一来，那个人更加起劲了，不断追问你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是不是？事件的焦点逐渐从对方是不是故意挑事的黑粉，变为粉丝们讨论于美琪是否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表示，可能在少女时代，于美琪就是书中那个被冤枉的儿子的原型，受尽霸凌。这本书是他内心的反抗。这条微博居然被转发高达10数万次，有关于美琪被霸凌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真让他哭笑不得。伴随着对作者本身的讨论，电影制作方也算是赚了一波热度，还掀起了有关于对于校园霸凌问题的关注。于美琪3个字不仅是知名作者，还成为新时代女性反抗精神的代表。不过
正如于美琪担心的那样，凡是盛极而衰，运势走到顶点，一旦下滑就是一落千丈。那天他参加电影制作方的酒会，一直应酬到凌晨3点才回家。入睡没多久，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他模模糊糊拿起手机一看，这才早上7点半，打来电话的正是申编辑。虽然极度疲倦，他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于美琪，你害死我们了！你这个人品格太低劣了。申编辑是男人，说话声音却有些尖利，此时他高声叫唤起来，倒像是一个中年女人。于美琪顿时倦意全消，她立马坐了起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哼，你往上自己看看吧。我们已经收到了律师函，估计下一步就是法院传票了。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带你赔偿，所有损失必须由你来负责。说完这句话，申编辑将电话一把挂断。于美琪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拥背呆坐了很久，随后发现手机被各种人发来的信息塞满，好些都是记者，询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有没有抄袭。抄袭？于美琪紧紧地咬着唇，她明白该来的还是来了，只是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稍微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在和申编辑联络，对方虽然怒意未消，倒也向他解释了来龙去脉。原来在昨天，他们出版集团收到了一封律师函，发函过来的是一位宋女士。她声称这本《黄昏之国》抄袭她自己姑妈在数年前写的小说《有望》。宋女士说，就算于美琪将小说的人名、人物背景以及一些细枝末节都有所改动，但还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小说的整体走向与相关情节与《有望》几乎一模一样。宋女士的姑妈生于1960年代，是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那时候毕业生的质量很高，她的姑妈也从事相关的专业工作。这本《有望》是姑妈在退休之后自娱自乐之作，因此她并没有想着要宣传，只是自己觉得还不错，就自费出版了仅10几本。姑妈自己留了几本，送了一些亲朋好友，其余大约7、8本都留在相熟的私人书店里。这几年来，大约卖掉了3、4本。这段时间以来，《黄昏之国》忽然爆火，姑妈也有所关注。谁知道这一看，意外发现这本书中的主要情节与自己小说的如出一辙，因此委托宋女士出具律师函，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如果鉴定结果确实是为抄袭，要求于美琪公开道歉，并赔偿自己的所有损失。不仅如此，宋女士还附上《有望》的实体书。申编辑连夜看了一遍，他心中一凉，凭借自己多年的编辑经验，根本不用司法鉴定，他都能认定这就是抄袭。于小姐，真不知道说你聪明还是笨。说你笨吧，你居然能找到这么一本冷门到极点的小说来改头换面。但说你聪明吧，你就没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吗？你害死我们了。现在我们会暂停与你的一切合作，至于赔偿问题，你就慢慢等着我们跟你算清楚吧。这件事情比之前小说的热度更深，由于证据确凿，就连一个为他辩解的粉丝都无。于美琪很清楚，至此他彻底断绝了写作之路，以后就算他能写出再优秀的作品，都不可能翻身了。他已经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等一下，固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贪慕虚荣，但那本小说的出现也有点可疑。现在想来，当时那家出版社的高编辑简直就像故意要把自己留到那么晚，而末班车上人烟稀少，一个厚厚的文件袋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再后来，一半或许是命运使然，另一半或许是他天性如此。自知理亏，
但于美琪依旧想要找到那本书的作者，至少她需要知道这场相逢究竟是意外，还是有人刻意安排。简直像摸透了他的心理一样，一边于美琪想透过申编辑看看能否联系上那位宋女士，另一边他想到如果是有人故意为之，一定对他很是了解。他谈不上内向，但很少会向朋友透露真实想法，但对于想红这一点他从未掩饰过。那么多年来，他写过3本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不曾泛起过多大一点的水花。随着年纪渐长，他真的是心急如焚。他点开自己的微博，一一查看粉丝。如果对方精心布局引诱他上钩，那一定在很久之前就关注了自己。以《黄昏之国》在网站上开始连载为节点，之前只有区区的400多粉丝关注他。这些粉丝中，撇去一些营销号互相求关注的账号之外，就只剩下100多个。其中最让他在意的就是那个曾经在他发布的动态下面拼命留言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微博昵称叫做“一切皆虚妄”，虚妄，虚妄，有妄。仔细一看，此人自从2年前开始关注自己，只是不曾留言罢了，就是他了。于美琪双手颤抖着向此人发了一条私信：是你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几分钟以后，那人回复道：你明知故问。于美琪只觉得莫名其妙，又发了一条私信问：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否有认错人？对方不回答他的问题，反而问道：我再问你一遍，这些故事是不是你的亲身经历？你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于美琪一时昏头转向，收件箱显示他收到了数千条短信，不用看，基本都是骂他抄袭狗不要脸的。如今申编辑那边要和他解约，其他出版社机构也不可能再和他合作。之前那位高编辑还趁机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话，原来还是没有看走眼。什么意思？这算什么意思？于美琪躺倒在沙发上，狭小的位置才能让他有一些安全感。他知道以后等待他的只有4个字：身败名裂。他不仅不可能再进行写作，说不定整个社会都会将他抛弃。可是让他不懂的是，既然这本小说根本不是他写的，为什么那个人还不依不饶地追问是不是他的亲身经历呢？他除了郁郁不得志，有什么亲身经历呢？宿醉让他头疼欲裂，他闭上眼睛，想象着或许这只是一场梦，等到睡醒一切都会消失了。消失吧，消失吧，让我回到原点吧。于美琪在心里默念着，眼皮又开始沉重，头似乎更痛了。他的耳边渐渐传来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在呼喊他：哎，小姐，小姐！一个男人焦急的声音在响着。于美琪硬撑着睁开眼睛，面前蹲着一个身穿地铁制服的年轻男人。于美琪一脸茫然。那人说道：小姐，你不可以睡在这里啊，我们要锁门的。于美琪一个机灵，他问道：现在是几点钟？那人回答：现在已经是11点了。小姐，你是没有赶上末班车吗？末班车？于美琪惊慌地坐起，发现自己就躺在站台的座位上。大概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又遭遇退稿，紧接着又摔疼了腿，心力交瘁所致。这是什么怪梦啊？他站了起来，拖着生疼的腿起身准备离开车站。那个男人突然叫住了他：小姐，这个是不是你的？男人的手中捧着一个文件袋，与他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于美琪愣住了，男人大概是急着下班，将文件袋往他手里一塞就走了。文件袋颇有些分量，打开一看，
竟然也是一叠手稿。于美琪心跳若狂，现在是现实还是梦中呢？她下意识地抓紧这个文件袋，一路辗转公交，浑浑噩噩地回到家，差不多快凌晨1点了。此时她睡意全无，呆呆地看着手稿，熟悉的字迹，熟悉的开头。她闭上眼睛，梦中的场景在脑海中浮现。走红时的痛快让他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但同时他也能料到万一被拆穿的结果。车站上的一场梦，究竟是冥冥之中的预知还是警告呢？忽然他想起梦中曾经有人诘问他，小说中的种种究竟是不是他的亲身经历呢？他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最奇妙的是，似乎那个发出疑问的网友就是设计引诱他入局的人。亲身经历吗？于美琪觉得很奇怪，既然这本小说是别人写的，怎么会是他的亲身经历呢？有人写了一本以他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说，然后又来陷害他，这是什么路数啊？如果说梦境不能作数的话，那本小说如今在他的身边，刚才粗粗一翻，目光所及，内容与梦中的一样。那些动人心魄的篇章似乎正静静地等待着他去抄袭。他又仔细回想了梦境，赶紧翻看自己的微博，果然只有区区的几百个粉丝，找到了那个网友，一切虚妄，是这个人。于美琪内心激动起来，他点开此人的头像，发现这个人只关注了他一个人，并且从来没有发过任何动态，就和梦中一样，这个网友为了他而存在。这个人是谁呢？是那个宋女士，还是所谓的姑妈？于美琪现在就很想私信问此人个究竟，但终究是忍住了。如果这人刻意构陷，即使自己不上钩，或许他还有其他的办法。与其被他牵着鼻子走，不如顺着梦境中的思路。在于美琪迄今为止短短20多年的人生生涯中，到底有什么地方与这本书里的内容重合呢？于美琪回顾前半生，她的人生真可谓是平淡之极，一切都是中等，长相中等，家庭条件中等，念书的时候成绩中等，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中等。身体既不算特别强壮，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似乎只有在幼儿园时连续高烧过几天，屁股上挨了好几针，这算是他对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了。可能就是因为人生过于平淡乏味，所以他的作品也缺乏激情，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让读者觉得提不起劲儿。如此平淡的我能有什么亲身经历呢？于美琪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到，既然那本《有望》已经出版，或许能根据出版社找到作者，索性面对面的质问对方到底想要干什么。他开始回想梦境，虽然梦中感觉无比真实，但梦终究是梦，醒来以后的记忆总会有些模糊，何况他感受最深的当然是成名以后的快感。至于那些倒霉的事儿，他潜意识中想要忘掉。这大概也是人们即使有预知的能力，也无法避免厄运的缘故吧。记得申编辑说过，那本《有望》是作者自费出版的，只刊印了10几本留作纪念。律师函上有关于这本书的出版信息，他拼命回忆，勉强想起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有繁花2个字。于美琪立刻上网搜索，果然他找到一家名为繁花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规模很小，一般只接受个人自费出版。这家出版社的网站上，于美琪找到了关于有望的一些信息。这本书出版于1年以前，作者笔名是提西风。于美琪觉得这个笔名有点奇怪，查询之下得知，原来这是希腊神话中复仇3女神中的第3位复仇女神的名字。这个笔名与小说里的故事
倒是十分的贴切。他找到这家出版社，想尽办法从编辑手中拿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原来提西风的真名叫做宋巧芳，今年已经60岁了。联系他的地址并不是在本市，而是距离本市100多公里的某个江南小镇。宋巧芳，于美琪在心中默念，这也与梦中的宋女士所称的姑妈吻合。今年60岁，也与出生年代相符。他还顺便问出版社买了一套有望，内容的确与文稿完全一样。1年前，宋巧芳就设下了陷阱了。他极有耐心，等待着机会，引诱着于美琪上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于美琪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本周周末就去一次那个江南小镇，索性当面和宋巧芳对峙，将一切问个明白。那个小镇距离本市并不是很远，有旅游大巴直接送到小镇的老街坊下。走下大巴，于美琪莫名的感觉这里非常的熟悉，尤其是这里的牌坊。他不自觉地围绕着牌坊走了一圈，抬头看着上面刻着的一条鲤鱼。他想，似乎我曾经有过类似的举动。于美琪这样想着，他从牌坊下走过，沿着老街逐渐走到小镇的深处。那边鳞次栉比的是各种老建筑，到处可以看见年迈的老人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这种小镇上门牌混乱，时常走着走着就突然换了一条路了，但走过之后，原来那条路又再次出现，估计初次来访的人会感到很崩溃的。但于美琪呢，却胸有成竹。他绕过一条小巷，来到一栋2层的老屋前，就是这里了。他正准备敲门，房门自己忽然打开了，屋里走出一个30多的女子，见到他却微微一愣，居然下意识的要转身走回屋子。于美琪顿时想到她就是宋女士，立马就拦住了她。你认识我对吗？你是不是宋女士？宋巧芳，是不是你姑妈？你看过那本书了？女子不答反问，这也证明了于美琪的猜测。应该说我是捡到了那叠文稿。于美琪故意加重捡到这2个字。你们想设计我抄袭那本书，然后再揭发我，对不对？想让我身败名裂，对不对？告诉我，大家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姑妈呢？她人在哪里？面对于美琪连珠炮的发问，女子往后退了几步，将她让进屋里。请进吧。于美琪以为宋巧芳就在屋子里，谁知道跟着女子来到客厅，竟然意外发现一张供桌上摆放着一张黑白遗照，照片里是年近60的妇女。这就是我的姑妈宋巧芳。女子淡淡的介绍，随后递给于美琪一支香，平静的说道：你来也来了，上一炷香吧。于美琪愣了愣，依照她的吩咐将香点燃，把香插进香炉里，随后鞠了一个躬。我的姑妈在上个月去世了，她终究还是没等到你的报应。于美琪大怒：我的报应？我做过什么了？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莫名其妙。还有，微博上关注我的那个叫什么一切皆是虚妄的人，也是你或者他吧？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我到底哪里得罪过你们？女子对遗像说：姑妈啊，你看，即使他读了那本小说，也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于美琪不禁问道：我到底需要忏悔点什么？那女子摇了摇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陷害你，而是希望你能够想起你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只是想得到一句道歉而已。现在我的姑妈已经不在了，一切都不重要了。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在看了那本小说之后，好好想一想。说完一席话，女子便对于美琪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再也不说话了。于美琪无奈，只得泱泱地离开了屋子。她心情很郁闷，独自在小镇附近瞎转悠，她越走越迷茫，种种景物确实让她感到熟悉，她一定来过这里，并且不止一次。穿过居民区，眼前有一条2车道的马路，两边都是农田，靠边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一个司机正倚靠在车门前抽着烟。无端的，于美琪内心产生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她盯着司机看了良久，转身就跑。那司机注意到她奇怪的举动，一脸莫名其妙。于美琪拿起手机打给母亲：妈，我现在在新塘古镇，我想问你，我以前来过这里吗？听她没头脑的疑问，母亲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哪里？你在哪里？新塘古镇。哦，那里呀。你奶奶的姐姐，你叫她什么来着？啊，姨奶奶。对，姨奶奶就住在那儿。你上小学之前去过几次，她一辈子都没结婚，可喜欢你呢。于美琪如遭雷击，喃喃道：我真的来过这里，为什么我一点印象没有呢？母亲说道：我记得你最后来这里一次是上学前1年，也就是6岁左右。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突然发了高烧，我们连夜带你回本市的儿童医院医治。那我姨奶奶现在住在哪？隔1年，你姨奶奶就去世了，她比你奶奶都要大12岁呢。那当时姨奶奶的住址呢？母亲解释道：这个要问你奶奶了，我一时哪能想得起来，以前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呀。于美琪挂断了电话，环顾四周，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的陌生。不知不觉间，他又来到那2车道的马路上，面包车依旧停在那里，司机扔掉了烟头，正在打电话。马路上没有遮蔽，艳阳当空，5月的中午已经有点炎热了，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多日没有好好休息，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但依旧向着面包车走去。他摇摇晃晃的步伐再次引起了司机的注意，司机用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于美琪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文稿中的描述，那个男孩看见有个女孩被扔进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满脸肌肉的男人还对女孩的脸上揍了一拳。他揍得很急，可是自己不过是7、8岁的小男孩，根本无法和成年人搏斗。于是男孩捡起一块石头，向着面包车的玻璃狠狠砸了过去。于美琪蹲下身子，捡起了一块石头，向着眼前的面包车扔过去。面包车司机吓了一跳，赶紧转身避让。于美琪眼神恍惚，石头顺着车子滑了过去，落在不远处的地上。司机怒道：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于美琪感到浑身像是被烈火灼烧似的，身子一软就倒了下去。附近的居民围了上来，那司机又急又怕，连忙辩解道：我没有碰过他，他自己倒下的，你们都是见证啊。耳边传来了喧闹的声音，于美琪的意识飘得很远很远。他发现自己变得很小，在那个炎炎夏日，他就这样走在毫无遮蔽的马路上，他要去哪里呢？他也不清楚。身边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缓缓地向他靠近。他一转头，看见一个脸上有条疤的男人下车对他问道：小妹妹，最近的杂货店怎么走啊？你能带我去吗？小小的他谨记姨奶奶的叮嘱，绝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于是他摇了摇头，不理会那个男人，继续往前走。男人见他毫无反应，一把拎起他的后领，拉开车厢，把他扔了进去。小女孩拼命挣扎，两条腿乱踢，险些踢中男人的脸。男人反手就是一拳砸在他的脸上，他顿时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失去意识。男人将他扔进车厢，正要关门，只听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车窗玻璃上。男人急忙去查看，小女孩趁机拔腿就跑。她的脸上又青又肿，顾不得身后如何，只知道跑，一直跑，不回头的跑。于美琪浑身汗水，终于在母亲的声声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她正躺在小镇的卫生院里，母亲关切地看着她，那位宋女士也站在一旁。你发烧了？母亲在她的身后垫上一只枕头，扶她坐了起来。刚才医生为你打了一针退烧，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于美琪点了点头，她的目光依旧看向宋女士。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有个男人要抓我，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块石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才救了我。不知道是谁？宋女士微微嗤笑。你居然不知道是谁？于美琪坦然道。是的，我当时太害怕了，拼命跑，就担心那个男人追上来，所以没有回头，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既然你不知道，为什么连夜回 S 市呢？一旁的于妈妈苦笑道。因为我女儿回来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又受了惊吓，突然发烧高达40度，我们担心烧坏脑子，所以立刻就去大医院治疗。宋女士呆立良久，哀叹道：如果你们没有说谎，那这一切真是20多年前，于美琪的姑妈宋巧芳之子阿平意外撞见于美琪被人贩子抓走，情急之下一块石头砸破了面包车的车窗，却不慎被人贩子当场抓住。由于此事已经引来了其他居民，人贩子就谎称是阿平拦路要钱不成的恶作剧。阿平想要于美琪作证，但是此时的于美琪已经逃走了。阿平是宋巧芳的姨父子，行事颇为调皮，邻居们也不喜欢他，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最后反倒是宋巧芳赔偿给人贩子数百元作为赔偿。晚上宋巧芳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于美琪的姨奶奶，但此时于美琪已经返回了市里。数天后，阿平失踪了，宋巧芳怎么都找不到，差点陷入了疯癫。就在几年前，有警方上门通知宋巧芳，他们找到了阿平的尸体。原来那个人贩子恨阿平坏了他的好事，找到机会抓走阿平，结果阿平在逃跑途中不慎跌入附近的窨井，人贩子见抓不到阿平，索性用石头将阿平砸死泄愤。这就是阿平平白无故失踪的原因了。直到近几年，这个人贩子被警方抓捕归案，无意中将这事给说了出来。宋巧芳悲痛欲绝，她总觉得如果当时于美琪能及时作证，警方就能抓住人贩子，阿平也就不会无故的惨死。他运用各种关系调查到于美琪如今是一位不得志的作家，他化内心的悲伤为动力写了一本小说，最终的目的倒不是想陷害他，而是想看看他看到文稿之后到底有没有愧疚之心。于美琪闭上眼睛，难怪在梦中不断有网友问他这一切是不是他亲身经历的。或许在站台上的一场梦是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救赎，他会写，他一定会把这些写下来，因为这是他的救赎与忏悔。